大家好，我是浩投资。今天我想先抛给你一个数字 762.1， 白银市场已经连续5年供不应求，2026年马上要交出第6年赤字，累计下来762.100万盎司，这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全世界3大产银国墨西哥、秘鲁、中国加起来整整1年的矿产量凭空消失。但吊诡的是，白银价格在今年1月底刚刚创下45年历史新高，冲到过121美元以上。按理说，价格这么高，矿商应该疯狂挖矿，投资者应该疯狂抛售，供需应该迅速平衡。可是最新出炉的世界白银调查2026告诉我们，事情没有朝你想的方向走。今天这一期，我要带你揭开3个谜团。一、银价在天上飞，矿山为什么不增产？2026年全球矿产量预测比2025年还要跌 0.3%， 矿商在干什么？第二，白银回收创下13年新高，这个问题解决了吗？第三，6年762.100万盎司的赤字，这些银究竟是从哪里来填上的？填完之后还剩多少？这是我们世界白银调查2026系列的第4期，也是收官之作。前3期我们讲了价格的45年新高和一天跌 38% 的闪崩，讲了伦敦金库差点无银可借的银荒，讲了光伏在抛弃白银，人工智能在抢购白银的工业需求大转向。今天这一期，我们把供给端、剩下的需求端和6年赤字的大结局一次性说清楚。咱们开始。我先给你一个数字 12.21 美元，这是2025年全球主要银矿的全维持成本，英文叫 AISC。 说白了，就是一家银矿从挖矿、选矿、运输到还原矿区发工资、交税，所有成本算进去，挖1盎司银需要花多少钱？答案是 12.21 美元。而银价呢？2025年全年大部分时间在30美元以上，今年1月底摸到过121美元，也就是说，矿商挖1盎司银的成本是12块，卖出去至少30块，中间的利润空间接近3倍。这在矿业里叫什么？叫印钱。按常理，印钱的生意应该拼命扩产，但世界白银调查2026的预测是，2026年全球矿产量844.100万盎司，比2025年的846.600万盎司还要下降 0.3%， 几乎原地踏步。为什么？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不知道的冷知识，白银超过 70% 不是白银矿挖出来的，你没听错，全世界 70% 以上的白银是锌矿、铅矿、铜矿和金矿的副产品。矿商挖锌、挖铅、挖铜、挖金的时候，顺便把半生在矿石里的银提炼出来。换句话说，这些矿山要不要多挖，挖多少，取决于锌价、铅价、铜价、金价，跟银价没什么关系。所以你就看到一个让人挠头的现象，银价翻了1倍，但全世界 70% 的银产量对这个价格信号基本没反应。主动的纯银矿只占不到 30%， 这些纯银矿就算疯狂扩产也拉不动整体盘子。那矿商在高利润时代干什么呢？答案也在报告里。并购。2025年全球贵金属矿业并购交易总额达到108亿美元，创下历史纪录。矿商不是在建新矿，而是在互相买矿，买已经在产的成熟矿山，比自己从零开始勘探、建矿、投产通常要7到10年，要快得多，也稳得多。分国家看，墨西哥的银矿产量在2026年有所恢复，这是一个利好，但秘鲁全球第2大产银国产量继续下滑，两头1加1减，整体几乎没动。所以第1章的结论很清楚，矿山这条路锁死了，高银价刺激不出大规模增产，副产品的经济学决定了白银产量对价格的反应非常迟钝，未来3到5年指望矿山来填赤字基本没戏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请正在看视频的你，如果觉得这些信息对你理解贵金属市场有帮助，帮我点一个订阅，打开小铃铛。浩投资是新西兰持牌的金融建议提供者，我们所有的深度报告解读都是免费的，订阅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。
那矿山挖不出来，回收能不能接上这个缺口？好消息是回收量确实在涨。2025年全球白银回收总量 197.600 万盎司，比前一年增长 2%， 已经是20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。2026年预测 211.300 万盎司，再涨 7%， 创下13年新高。驱动力有2个，一个是工业废料回收，2026年预计增长 8%， 主要是电子废料、太阳能板回收。高银价让过去不值得回收的废料变得有利可图。这里顺便给你一个实用信息，如果你家里有用了10年以上的老相机、老电路板，甚至一些银焊料废件，不要直接扔垃圾桶。本地有专门的贵金属回收商，会按市价给你现金，可以在谷歌搜索 Precious Metal Recycling， 加上你所在的城市，一般都能找到。第二个驱动力是首饰和银器的回收。高价格让老百姓把家里的银镯子、银筷子、银茶壶拿出来卖，这在印度、中国、土耳其这些传统白银消费大国尤其明显。但是这里有一个冷酷的事实，回收的天花板是已经存在的白银库存，英文叫 above ground stocks， 地面以上的白银储量，这包括金库里的银条、百姓家里的银器首饰、电子废料里的银，这些东西有多少是固定的。回收率涨得再快，也不可能凭空创造新的银，掏一次少一次。而且回收的总量放在整个市场里看，其实并不大。211.300 万盎司的回收量，对比矿产 844.100 万盎司，回收大概只占总供应的 20%， 就算回收再涨 10-20%， 也填不上赤字。我们再看需求端，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分化。首饰需求2026年预测 159.400 万盎司，比2025年下跌 16%， 降到5年新低。银器需求 33.500 万盎司，跌 20%， 加起来首饰和银器两项就蒸发掉将近400万盎司的需求。为什么跌？因为价格太高了。印度大妈买不起，中国大爷也不买了。高价格在消费端形成了负反馈，买的人少，卖旧货的人多，这就是所谓的需求破坏。但是在整个需求侧一片下跌的颜色里，有一抹逆势的红色，散户投资需求，英文叫 coin and bar， 就是实物银币和银条。2026年预测全球 coins and bar 需求增长 18%， 达到202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，而美国市场增长 57%， 差不多翻了6成。这说明什么？当首饰党、银器党因为高价退场的时候，投资党，那些把白银当作避险资产对抗通胀工具的散户，反而在加速进场。再加上 ETP， 也就是交易所交易产品，预计2026年净流入3000万盎司。实物投资需求和机构投资需求一起在撑住这个市场。那么现在问题来了，回收涨了，首饰银器需求跌了，这一加一减赤字到底是怎么出来的？答案在下一个部分，让我把账给你算清楚。2026年全球白银总需求预测 1103.400 万盎司，总供应 1057.100 万盎司，缺口 46.300 万盎司。46.300 万盎司是什么概念？相当于澳大利亚全球第5大产银国一整年的矿山总产量凭空蒸发，而这已经是白银市场连续第6年的供应赤字。2021年到2026年6年累计赤字 762.100 万盎司，这 762.100 万盎司从哪里来？答案只有一个，地面以上的库存，金库里的银条， ETP 的实物储备，交易所注册库存，贸易商手里的流通库存。6年时间，市场从这些水池里一桶一桶把水舀走了 762.100 万盎司，这是白银市场有完整数据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次连续赤字。我把报告原文给你念一遍，这是世界白银调查2026里的一句话，翻译过来是这个意思：过去5年地面以上库存的持续消耗，让白银市场变得脆弱，容易出现流动性紧缩、价格剧烈波动、实物溢价飙升以及租赁利率飙升这样的异常事件。翻成大白话就是，水池快见底的时候，任何一个小小的扰动都会掀起惊涛骇浪。
第2期我们讲的伦敦银荒，租赁利率一夜飙到 35%， 就是这句话的现实版本。那2026年这第6年赤字会发生什么呢？报告并没有给出具体的价格预测结论，只是列出了几个关键变量。今年爆发的伊朗战争被报告定义为全年银价的最大逆风。地缘政治事件如何演变，会直接影响避险需求和工业预期。矿山短期增产无望，回收涨到13年高点，但天花板就在那里。需求端工业刚需没减，投资需求在爆发，首饰银器因为价格原因在下跌，但所有这些加起来依然留下 46.300万盎司的缺口。这就是2026年白银市场的全景图。好，做一个总结。第一，矿山这条路被副产品经济学锁死了，高银价拉不动 70% 的银矿产量。第二，回收创13年新高，但掏的是存量，不是增量，天花板就在那里。第三，6年累计 762.100 万盎司的赤字，正在掏空地面以上的白银库存，这是有记录以来最长的一次连续赤字。银荒不是明天就会发生，但方向已经被数据化的清清楚楚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的频道，我是浩投资，新西兰持牌的金融建议提供者。我们的世界白银调查2026 4部曲到这一期就完结了。第1期讲价格和一天跌 38% 的闪崩，第2期讲伦敦银荒，第3期讲光伏和人工智能的工业需求转向，今天这一期讲供给和6年赤字的收官。4期连起来看，你会对2026年的白银市场有一个完整的理解。建议点开我的主页，从第1期开始按顺序看一遍。喜欢这种深度报告解读的朋友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小铃铛。下一个系列我们准备开讲黄金，敬请期待。留言区我想听听你的看法，你觉得6年赤字累计 762.100 万盎司这个数字最终会以什么方式爆发？是像2026年2月的伦敦银荒那样的流动性事件，还是通过价格的持续重估？或者你觉得赤字会自我修复？把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，我会挑选有意思的观点，在下一期视频里和大家一起讨论。最后是必要的免责声明，以上所有内容仅为基于世界白银调查2026公开报告的信息解读和市场分析，不构成任何具体的投资建议、买卖推荐或个人化的理财方案。贵金属市场存在显著波动风险，过去的价格表现不代表未来走势。在做出任何投资决策之前，请根据您自己的财务状况、投资目标和风险承受能力咨询持牌的金融顾问。浩投资是新西兰持牌的金融建议提供者，合规信息请查阅我们的视频简介和官网披露声明。我们下个系列见。